天秋高氣爽，來到貴寶地。我們今天來到的可不只是寶地而已哦，我們今天來到了寶山。寶山哦，可是我每次出外景，到每個地方都充滿寶藏，每個地方都是寶山跟寶地啊。話是這麼說沒錯，我們台灣的各個鄉鎮啊，處處是寶山。來到寶山呢，不能空手而歸，我們每次都有很多的收穫。但是今天名副其實來到了寶山，因為這個地方的地名就叫寶山，新竹縣寶山鄉。哦，所以這也叫做寶山。寶山，那它敢叫寶山，代表它有很多的寶藏嘍。超級多的。寶山這個地方啊，它不但有很多的寶藏，而且有一些可能沒有那麼內行的人還不知道，因為它以前呢是在山城裡面大愛三鄉之一，所以要稍微內行一些的行家，如你姐姐我才會知道寶山有什麼寶藏。哦，既然我們都來到寶山，当然不能空手而歸。你看，我現在空空的，两手還是空空的，没有關係，我們去找寶藏。可是找寶藏要有藏寶圖才找得到。那藏寶圖在哪裡？藏寶圖，藏寶圖在我腦袋裡。這位鄉長我知道了，我們寶山鄉其中一寶一定是這個柑橘。對，我們的黃金流星雨柑橘就在這邊。對，因為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園區簡直就是金黃色的大集結。是的，沒錯。黃金隧道的感覺。對，這就是我們的黃金隧道，黃金流星雨。你們看我们的漂亮的柑橘。每年應該是秋冬的時候慢慢開始結實轉黃，對不對？是，就是從11月份開始啊，到我們的農曆過年，就是我們寶山柑橘的盛產期。那總共有20幾種柑橘。哇，我覺得這光是看就已經心滿意足了，視覺上面就非常的美。所以這裡也有台版的濟州島的稱號。沒有錯，裡面不覺得我們的柑橘園都非常的乾淨，而且漂亮，對，美麗。那這是一寶，還有很多其他的寶。寶山還有橄欖、黑糖還有茶花，還有竹筍，還有我們很多的農特產品。那甚至我們還有好吃的土雞。所以農產非常的豐富，是的，新鮮直送就是在地感，對不對？对对对。據我所知，這裡的人文也很不錯。是的，我們早期這邊90%都是客家人。那現在因為高科技的關係，外來人口多，所以我們大概是60比。所以客家美食在這邊也很道地哦。哇塞，聽這位鄉長這樣講，好期待哦。那這位鄉長，你剛講了那麼多寶藏，不要光是說，趕快帶我們去尋寶啊！不能空手而回，絕對入寶山不能空手而回。出發尋寶嘍！尋寶去。好多好多，哇，這好有成就感哦！真的是流星雨哎。這個有，這個可以。這個看起來真的很高。你們兩個比起來毫無勝算呢？好像一樣吧 ？No， 一樣。怎麼會這樣？它的水分真的好讚，感覺每一分纖維裡面都是湧泉，香氣超級濃。這位鄉長，這就是第一個綠寶石嗎？沒有錯，這個就是我們寶山的第一個綠寶石——寶山橄欖。這些都是橄欖樹哦。是的，這是我們的橄欖樹非常漂亮的一個橄欖樹的園區。對啊，橄欖我吃了很多，但是第一次看到橄欖本人呢。而且橄欖樹就種在這樣子的山坡地、丘陵地斜斜的斜切面上。是的，是的，因為寶山都是丘陵地，而且是沙質土層。然後我們的丘陵地海拔低，所以排水性好，日照又充足，所以很適合我們的綠寶石橄欖的生長。但是這樣農民也很辛苦哎，每天為了照顧橄欖樹，你就要一直在這個山坡地上走上走下，走上走下。對，農民一定超會越野跑的。對，運動健將。對，寶山橄欖是非常好照顧的，它不用噴農藥，所以它就省去了很多人力跟工。哦，不用噴農藥，所以這邊也都是自然生長的。我們吃到橄欖的時候也不會把農藥吃進去。沒有錯。有哎，我看到已經滿樹的橄欖了，所以已經是可以採收的嗎？現在正是
可以採收橄欖的季節。太好了耶！要怎麼採收呢？採收橄欖非常的困難。你看看我們的橄欖產銷班，全國唯一的橄欖產銷班班長鄭華正在採收嘍。你好，鄭華哥好。鄭華哥好。鄭華哥，政委鄉長說你是全台灣唯一一個橄欖產銷班的班長，所以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橄欖產銷班嗎？對，沒錯。我們呢，在民國70幾年的時候，就在農委會註冊這個橄欖產銷班。那這個我們做橄欖產銷班，主要是推動我們整個鄉內的農民呢來種植橄欖。那種植橄欖呢有很多的好處，比如說它不用噴農藥，所以它有友善耕作，而且呢它的根系很深，所以它可以做水土保持。那所以呢再加上呢它因為農事是很簡單的，所以也很適合現在的農夫。以前的農夫是專業農夫，但是現在農夫你可以當假日農夫。那假日農夫最好的選擇就是種植我們的台灣原生種的橄欖。鄭華哥，剛剛政委鄉長有說這個橄欖啊是不用什麼噴藥，那你拿這根是在趕什麼東西啊？這個不是趕什麼，不是趕小鳥，不是趕蟲啊哈。我們呢現在呢是橄欖的採收季節。那橄欖呢不是用手去摘的哦，它是用竹竿，人家說瓜熟蒂落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橄欖成熟的时候呢，竹竿敲一敲，它就掉下來了。所以是要拿它敲樹幹、樹枝，讓橄欖墜落。对，它敲樹幹、敲樹枝，敲到橄欖也沒關係，因為橄欖很硬，讓橄欖墜落，然後很方便我們採收。政委鄉長，是這樣，我忽然想起來了，我來寶山之前有聽人家說寶山有綠色流星雨，所以這樣子慢慢墜落，就是像綠色流星雨的感覺。对，它就是綠色橄欖流星雨。原来如此，難怪還有這麼美。它會幫你SPA按摩，敲一敲會打到頭。這可能蠻痛的感覺。確定頭殼可以嗎？等一下你可以試一下的。這個哀痛的部分私打體驗就好了，小心不要敲到我。而且我可能比較高，可能別第一個先打到我。沒有錯。高有優勢嗎？在採收跟敲打的時候，高的人比較會是好幫手。是，因為高的人他拿着竹竿可以敲到橄欖更高的部位。所以等一下高的頂端的部分交給你。好啊，那我們想試試看，所以我們也要拿那個長桿子。是。採收一下，體驗一下流星雨的感覺。我要長一點的。敲枝芽這樣。有橄欖的地方你就給它敲下去。OK。還要有一點技巧哎，它會從那個樹枝當中穿過去。不是啊，你要打這個。有了！哎呀，我的頭！哇，好痛啊！对，嘴巴不要接到哦。不然会幫你做SPA按摩。好多喲，小心頭！等一下，攝影師有被敲到頭嗎？攝影師被打到頭。哎，好多！我這好有成就感哦！真的是流星雨哎！這是流星隕石吧？這是橄欖冰雹。橄欖冰雹，哎，可是好有成就感哦！聽他們這樣子一粒一粒落下來的聲音，好扎實哦，好好玩，好好玩。可是我就是會做SPA按摩吧。沒有，我剛剛正想講，好好玩，可是脖子好酸，然後馬上又變好好玩，頭就中了一顆。哇！這是個出生球的感覺。出生球。而且還沒有頭盔啊。有一種槍林彈雨的感覺。哇，這好療癒哦。好療癒，真的。好好吃哦。对，很好吃。真的很刷出一種零食。对，這個是甘草。而且咬下去飽滿又脆，脆裡面有汁，汁裡面有生津止渴的那種回甘感，對，慢慢湧現。而且我好喜歡這種水分很充足的橄欖，因為它就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吃了嚼了很乾，反而是會
完全沒有辦法停下來，一口接一口的吃下去。所以它這個橄欖就是像18歲的少女，因為我以前吃的都像比較像是上年紀的，比較乾一點點的，就是它外面皺皺的，可是它這個咬下去是還很 juicy 的。對啊，对，很刷水也停不下來啊，怎麼辦？怎麼可以做到這麼 juicy 啊？寶山橄欖的品質真的很好。对，是的，那是全台灣唯一的橄欖產銷班它所特制的這一個橄欖。甘草口味的好好吃哦，咬下去就會覺得香甜的感覺。沒有錯，對，加上甘草就是我們很傳統的做法。對，那加上我們會做的這麼好吃，也是我們在寶山地區我們做了40年的加工。所以裡面有很多的 know how 在裡面。所以維持這樣子一個好吃的狀態，就我們每年去精進。是啊，跟香港手上的這個是辣味的，甜辣的。對，就是很刷嘴，想要一個接一個。而且據我所知啊，香港除了橄欖本身它非常的好吃，是很刷嘴的蜜餞之外，你們其實有研發了很多橄欖經濟價值的提升運用方式。是沒有錯啊，因為橄欖其實它就是我們從小我們媽媽們就給我們就是開胃啊，所以所以現在我們現在走精緻農業，所以產銷班他們做了有橄欖粉，還有一些橄欖精華液、一些保養品哦，所以我們有很多種類的這個，還可以做保養的。橄欖真的是全部都是寶哎。對啊，這就是寶山的綠寶石。對，沒錯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綠寶石哦。好，我們已經到了我們寶山第2個綠寶石的園區。對，這個就是寶山第2綠寶石葡萄蜜柚。哎，怎麼了？鄉長，跟你說，我身為一個宜蘭小孩，對農作是略懂。我們要挑這種比較黃一點的，你這個有點綠，看起來澀澀的。對啊，你怎麼就要剪它？我不要吃青澀澀的哦。寶山的這個綠寶石葡萄蜜柚的成熟的顏色就是綠色的，所以对，那黃色的是已經過熟了。哦，所以它看到它變黃了，我們採下來已經太晚了。是，对，太晚了。所以我们在採收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綠色的。好不習慣哦。對啊，因為如果去放在菜市場的話，我會買黃的。我也是。你在市場買的時候，你要看到的就是綠色的，綠色的。哦，難怪叫綠寶石。是的。葡萄蜜柚啊，一般我們在台灣其他地方好像也很難吃得到哎。對，它在市場上面流通比較少。對。因為它的產期比較短嗎？我們產期蠻短，就是大概雙十節的前後，大概1個月，採收。然後事實上我們很多還沒到市場就已經賣完了，一期一會，限量的，對，限量限時，只有這個時間點吃得到。是，因為我們寶山鄉種植大概15公頃，那產量才大概300公噸。所以很珍貴耶。是，所以我們在市場上面一般是很難看到這個葡萄蜜柚，所以我們這很搶手的。這麼珍貴，如果又碰到你這個略懂的還採錯，那就不行了。好險我們今天遇到內行的政委鄉長。對啊，所以我們可以馬上切開來吃。可以啊，那我就親自示範來切葡萄蜜柚給你們吃。好啊，綠的綠寶石葡萄蜜柚。太多汁了吧？很多汁，对。哇，好好吃，爆漿，很多汁，而且它的酸甜感平均分配的非常好，它香氣超級濃，它結合了柚香跟橙香，對，還有一點點梨子的香氣，很好吃，不一樣吧？對，這是。我們寶山10幾年來，這個是寶山現在是應該算是全台灣產量最多的。寶山第2綠寶石，好好吃哦。葡萄蜜柚，它的口味很綿密，我覺得這水果吃起來很划算，就是好像吃到很多種水果的感覺。它有柚子感，可是又比柚子細嫩，然後它有柳丁感，可是又比柳丁清甜。這個就是柳丁。我不是說你不好吃的意思哦，柳丁也很棒。所以你看我們的這個就是綠的，所以它就是綠的，在果樹上面就是綠的。它的水分真的好讚，
水分源源不絕，而且好解渴的一種水果，吃下去那個水分的，你看吧，這個是有柚子的這個柚子感。對啊，它感覺每一分纖維裡面都是湧泉哎，就湧泉藏在裡面，每咬下去一口，那個水不停的冒出來。乡長，接下來是要帶我們找另外一個寶山的特產了嗎？沒有錯，我們今天要帶你寶山鄉世界知名的特產，就是我們的雙胞胎錦。雙胞胎錦，沒有錯。2個錦在一起嗎？啊，是一個錦，然後喝了這錦水之後，這個區域很多人都生雙胞胎。都生雙胞胎，這麼神奇？沒有錯，而且在這邊上班的派出所員警跟我們的托兒所的老師，在那邊喝了這個水錦之後，也生雙胞胎。等一下，市長，你看他們2個是不是就是雙胞胎？哎，你们好，哎，好像真的是龙鳳胎耶！你好，你好，妹妹你好啦，這是雙胞胎錦水。所以鄉長說，孕育出很多的雙胞胎，因為這個錦水的關係，多是指有多少啊？只有2對、3對嗎？是，那我們這裡是寶山鄉的寶山村，然後這口錦叫做雙胞胎錦，這口錦有上百年了。那這附近的居民大概有60戶左右，那總共就他們以前沒有自來水，所以都來這裡取水回家去飲用，所以那當時我們這附近60幾戶有大概20對的雙胞胎1/3耶。對，沒有錯。哇，這命中率很高哎。是的，沒有錯。所以如果我想要生雙胞胎的話，我可以來這邊取錦水，是不是？然後如果你要生多胞胎，都可以。都可以。對，而且寶山鄉的福利很好，生雙胞胎15萬。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是不是馬上心動？你想領15萬嗎？對，弄個3胞胎20萬。但是我要先遷戶籍來寶山鄉。對，沒有錯。那你等我。這麼多的雙胞胎，如果大家都聚在一起的話，一定很壯觀。對，那我們在民國100年的時候，就10月10號雙十國慶，我們就在那邊有辦有這一個雙胞胎節，那邀請100對的雙胞胎，每年都有舉辦這樣的一個雙胞胎節的一個活動。而且我覺得，其實這裡整個雙胞胎景的造景也非常浪漫，是不是？先牽着老婆來這邊散散步，享受一下燈光秀。對，燈光美，氣氛佳，再把錦水取回家。是啊。接着就可以孕育雙胞胎。可以準備着床了。而且要歡迎大家入戶籍到寶山，在寶山享受寶山的生活。而且這一面彩繪牆其實也有很多跟雙胞胎有關係的小設計，比如說，有那個龍鳳胎、浮雕，然後這個是寶山鄉的吉祥物，藍寶嘎跟寶寶嘎他們是藍雀，像台灣藍雀，像台灣藍雀，這是我們網絡票選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吉祥物，那我們把它打造成這個現在的雙胞胎，很特別，這是獨一無二的，真的，全台灣沒有另外一個地方特產是產雙胞胎，這真的是一個寶哎，這是一個寶哎，所以入寶山不能空手而回，對，你也要帶個雙胞胎回去。對，然後因為我們這是山區，所以會比較陰暗，所以我們在113年開始，我們就打造這個叫燈光地景藝術，把這整個周邊都把它做彩繪，然後把 LED 燈光，然後還有這一個拍照牆，對，打卡的地方。我們這口錦，我們這叫牛眠穴，牛眠穴也算是一個風水寶地，是，所以風水好，水質好，水景孕育出來，哇，那真的就是這個雙胞胎一對接一對來。我就看到那個真的雙胞胎在那邊跑，尤其是龍鳳胎，好可愛，超級可愛的，我會很想要有一對雙胞胎耶。舒服的田園景觀，哇，真的好舒服哦。怎麼了？蜜姐，那你有沒有那個甜甜的味道啊？甜甜的味道，當然有，因為你身邊有一個甜姐兒啊。這樣也說得過去啊。你尷尬而不
失禮貌的笑是什麼意思？注意你的態度。我在給你情緒價值啊。可以，但我告訴你，这個甜甜的味道，其實是因為我們旁邊都是甘蔗田吶。哦，原來是糖香啊。糖香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寶山在早期的時候種了很多的甘蔗，而且日本時期這裡也是製糖黑糖的重要產地。我們都知道沖繩的黑糖很有名，對，寶山的黑糖其實也不輸哦。哇，所以說不止台南的空氣是甜的，連我們寶山空氣都是甜的。沒錯，這也是寶山的寶藏之一。不過啊，這個黑糖的製作，寶山其實有一段時間是稍微中斷的，對，現在又重新漫起了糖香。哎呀，工程在這裡，林芳姐。林夢姐，我剛剛跟思達說，寶山早期在清朝的時候就有種甘蔗了，對不對？是，對。我們寶山鄉，我們的早期在清朝時代，我們寶山鄉大部分的農地都是白甘蔗。那走到我們的農業社會的時候，就是我們的日本時代。然後我們寶山鄉的當地的居民也是以甘蔗為經濟作物。這裡的甘蔗曾經是在做成黑糖，是日本皇室裡面御用的黑糖。哇，這麼高等級哦！對，因為日本皇室對品質很挑剔，其實最好才會上貢給皇室，一定要這樣。對，那也曾經占我們台灣的外匯的80%以上的一個收入。但中間其實有停種一段時間嗎？有，因為農業社會轉成工業，現在轉為高科技，所以我們的勞動力比較緊缺。那我們甘蔗這一塊的復工也比較會有點，就是沒那麼多人去參與。但是我們新城社區，我們還是莫忘初衷，所以我們繼續把一些年輕人找回來，跟我們的耆老一起合作，然後再把甘蔗一根一根再復工回去，重新一根一根種回去。對。那林夢姐，你以前就會種甘蔗嗎？不然你已經中斷那麼久，怎麼那些技術啊？對啊，技術也有斷層。對啊。對，那因為技術這一塊，我們也是因為我們農業部的那個水保署的輔導，所以我們在桃園農業改良場的一個專員的技術指導之下，協助我們社區從品種的篩選，最後選擇的品種是 ROC 16號，就現在的這個品種 ROC 16號，算是白甘蔗。對，它比較適合這個寶山下的這個土壤的水質。哦，這個甘蔗我覺得看起來品種上面呢，它是適合這邊種植，糖分用高，但是它沒有很粗，所以應該很好砍哦。不一定哦。不一定嗎？不一定哦。所以我們要砍甘蔗要準備武裝。我們要準備武裝，然後戴上我們的斗笠跟手套。思達，你有砍過甘蔗嗎？我只有小時候偷砍過甘蔗，是不是鄰居家叔叔的黑色甘蔗？是不是那個偷拔甘蔗那個小孩是你？對，就是我。但沒關係，你應該還有一些童年的基因跟記憶都還在這裡面。但是我砍甘蔗也是有幾次經驗的，我想我應該是一個得力小助手。自取，我已經看到一個高的，你走開，你不要跟着我，走開！我跟你講，這個給我，不要跟姐講。眼睛蒙蔽了。因為剛剛林夢姐有說，買，有可能場子是很高的，所以眼前的高不見得是高。我先找這種長線。這個很高啦，相信。林芳姐，姐接起來幫我看一下。可能最高，能不能被搶走？對，那個可以。姐，這3個哪一個會最高？你覺得？這一顆啦，這個最高，對不對？這個最高啦，對啦。有，這個有，這個可以。這個看起來真的很高，用切的对吧？对，貼的在底下。那一刀砍下去哦。好。不要小心，一刀要到底的。這個一定的啦，一定。文姐，你挑好了嗎？我快砍好了，我跟你講，贏了啦。還好哎，我覺得你輸了哎。不是，真的假的？很慢。呀，你贏了哎，差不多哎。怎麼樣？我贏啦。你那個只是頭髮比較長。這個你贏了啦。第2階段，先把甘蔗的葉子，把它一根一根剝掉，像剝竹筍一樣。對，剝竹筍一樣剝掉。要用剝的。然後再來就是這樣子修那個根莖。哦。對，像修它根，修它那個茎，把它修。不是，林鳳姐，我其實覺得我還要再加1分啊，因為
我跟詩達也差了有20公分高，我光是撥葉子，我這邊墊腳，上面的我就撥不到了。你有沒有考慮像我這樣把它往前放呢？我這樣子。对，我觉得辦法是人想出來的。你真聰明，你真機靈啊！長個子也有長腦子哦。是不是按指節沒有腦子？哎，我不好說。還好在捨不得撥了，先撥了就變短了。林鳳姐，我这個其實我覺得溫最高可以。姐，你看徐老師，他強迫症又發作了。你再不支持他，他會把皮都削掉哦。好，林鳳姐從這邊再下來一點。你一部分斷掉了。所以我的長度可以留到這。对，確定嗎？你們兩個比下，你毫無勝算呢。好像一樣吧？ No， 一樣。怎麼？怎麼會這樣？我怎麼覺得好像是你的比較高嘞？那個應該這樣講啦，應該是溫迪這邊贏啦。這樣子。贏了大概5公分。對了，溫迪的贏啦，溫迪的啦，贏一點點。對啊，對。贏大概3公分。不接受這個結果。謝謝。啦，輸的人把甘蔗扛回去。哇！這樣哇，站起來。貝貝，你可以嗎？你可以嗎？貝貝，真的假的啦？貝貝，他可以。那就讓你扛了。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，因為一般都是挑扁擔。但是溫姐想要試試看。我想要試試看。你個子的話撐得住不？我應該試試看，但是肩膀是怎麼樣？就這樣對。我覺得我撐得住，但是我好像身高不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走路可以嗎？很輕鬆啊。對啊。可以耶。是嗎？可以。真的可以嗎？可以啊。那你可以扛到工廠那邊去嗎？不行啊，當然是要給你給輸的人扛啊，這你很輕鬆啦。用枝甘蔗來平啊平床，唔知哪個卡流通。兩個阿妹平啊平過，唔知哪個錢卡長。好，我現在開始放進來，來，你們兩個要轉，這種傳統的要轉，用力。兩個人一定要頻率一致嗎？對，要用力，對。哇！大概出來了3D 吧，還可以再炸一次，對，這種傳統的現在很少見哎，很少，對這個看到，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再來，是的，用力，對，炸夠了，對，還是會有汁。好，再來一根。哦，那這可以裝那個嗎？建設司機會裝那個球那樣。那你要單手可以才行啊。這個後面比較粗一點哦。哎，頭過去就過。來，開始。開始。對。耶！行哦。對。呀！厲害！真不容易。差不多那個。再一根，在健身房大概20分鐘的效果。好喂，有嗎？這個機器的誕生有2個版本的故事，一個就是在日本時代的時候，當時的糖是很珍貴的，它是軍事用品，它是國家的。當時我們的長輩就在家裡面偷的打造這個壓制機。可是這個如果被查到了，很難藏哎。對啊。沒有啦，這個就是也不一定說是壓甘蔗啊，就給小孩子玩的。所以這個對小孩子玩的。有脫罪的說法。是拿來體罰夾手指的。其實是拿來練木人樁的啦，對，練詠春的。
全不用捏，你看它已經非常的完美，這個形狀。对，因為它這個麵團呢，它已經有那個麵粉跟黑糖去稍微把它攪拌它已經塑形出來了。那我們這樣子是不是？感覺可以直接送去蒸了。對，而且還可以講說，這就是我做的，捏的這個皺褶如此的美好。但是裡面不會爆漿啊，沒有黑糖。對，它裡面不會爆漿，所以沒有靈魂，要把靈魂注入進去。對，好，那我們要怎麼樣為它施以法術呢？就是我們也可以直接這樣打開。那好吃的雨傘狀，對，好吃的爆漿包我們要放這樣子，好，滿滿的這樣子一湯匙，對，進來。有的人不想要吃太甜的話，他就少放一點點哈。這個要把它搓圓的時候，這樣子把它按下去，稍微做一下造型，好，要把它塑圓一下。嘿，怎麼收口？就像包饺子那樣。对，可以做自己喜歡的形狀，對不对？可以，因為它是創意饅頭 DIY， 所以我們可以做無限的可能的造型。OK， 有的人會做愛心，有的人也會做米奇。哦，所以我可以捏一條龍出來可以。可以哦。我想看。對，你想看一條龍。後製麻煩幫我做。什麼都靠後製，有點骨氣，沒出息。我是。我想做成金元寶。對，可以呀，這也是可以。它也。金元寶要做那個凸出來那個。就是這樣。對，這個就是我們整理的麻花。好好看，我想學這個。這好。對，好好看哦。其實比起来我的很爛哎。不會，就是因為來你想要做愛心，對不對？我想要做一個三角形的飯糰的感覺。思達一定看得出來我說的是什麼。你一定看得出來。對我這麼有信心嗎？對啊，我看得出來嗎？以我們的默契，以我們合作到現在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但以我們的默契，你一定看得出来吧？還是你要做一個台灣？是個台灣。答對了，我就知道，我本身做東西就是很有天分，我就是美術的長才，小時候被埋沒了一點，所以雖然以前導演叫我手殘小天后，我覺得是我的潛能還沒有被發揮。但你們可能是我悟性比較高。你說你的聰明才智被體育耽擱了，是不是？到底這是一場做爆漿饅頭大賽，還是一場就是吹牛大賽？吹牛大賽。我想要做個G 夠，然後這個圓圈就可以夠，但是它有點翹不起來。我觉得大致上成品都還算是完好如初，但是我的台灣變成了海南島，因為你是海南島人嘛，對不對？海南島也算成功啦。對啊，成功。把這種奇形異狀的，把它辨識度。你變成了章魚、水母，現在像或什麼金魚之類的，很可愛。對，變成一個丁鈎，裡面會不會爆漿呢？咬一口，你小心會爆出來哦。還是要，有，因為我這個是沒有爆漿的。這個黑糖好好吃，好香。因為它麵皮外面的麵皮好 Q 哦，很 Q 彈，但是它黑糖會不會蓋掉那麵皮的香？我覺得我做的非常成功。你看我做的那個爆漿的感覺有沒有？哇！有沒有爆出來了？整個就是像火山的熔岩這樣慢慢的流出來，但是呢，它的甜度很剛好，也不會太膩，也不會過甜，因為它比例上面跟外面麵皮的比例，我覺得呈現一個很均衡的狀態。所以，但是你看又還有汁，我覺得我好棒。你的有點乾涸，沒有哦，你的也有汁，所以其實是這個黑糖的。好，對，黑糖品質好，吃起來怎麼樣就好吃。對，這時候你一定要用那個麵皮去沾它，對，內行你一定要用麵皮去沾那個黑糖。哇，這時候它的那個糖汁的那個香氣就會裹在這個麵皮上面。沒錯，對。其實這個黑糖包在網絡上是秒殺的，常常賣到買不到，而且有時候我們還要宅配等半年。宅配要等半年，對，宅配等半年真的不如自己來，自己現做，自己玩，自己做，对，好吃，配上甘蔗汁應該更是絕搭。對，我們來乾一下，謝謝。透心涼，
所以很辛苦，砍甘蔗、揉面團，然後會喝到香甜的甘蔗汁。雖然說很辛苦，但是我覺得辛苦過後的甘甜滋味會加倍。喝進去之後，舌頭滿滿的幸福感，舌頭在跳舞，因為他覺得很甘美，很好喝，而且一直都會有餘韻在回甘的感覺。而且它是除了甜之外，還有那個甘蔗香，就是現榨的那種甘蔗汁的味道。對，而且它有點甜而不膩啦。對啊，而且它很。就是感覺很純，它的整個口感很滑潤，口感很好哎，好好喝哦。寶山既然早期是一個以客家族群為主的地方，那麼要吃寶山的美食，怎麼可以錯過客家料理呢？但是聽你這樣講起來，你是不是有私藏一些道地的客家料理呢？口袋名單這個不算是我私藏的，但是在地人幾乎只要吃過，個個都說讚。你知道，不做過路客，專做在地人的餐廳，其實是最厲害的餐廳。感觉听起来就超級好吃的。就在旁邊這一間。就這一家，這家看起來不像營業餐廳，看起來很溫馨哎。很溫馨，而且它還是借問站，有沒有？就是把人情味也融入進餐廳裡啦。它很溫馨，它很有居家的感覺哦。它的溫馨感是從外到內的，你看，它裡面還保持着那種有點泥磚屋的形式。对啊，好像那種復古的建築的感覺。很有居家感，而且很有溫度，然後回家吃飯的感覺。是的，我跟你說，我們造訪的這間餐廳啊，不止整個環境外觀都很有親切感，其實他們的食材來源也非常有親切感，很居家。因為你家你們有很多菜是自己種，對不對？沒錯。像我們這個雞呢，就是快樂的放山雞，它就在我們家後院快樂的奔跑着。有奔跑過的雞是不一樣。對，而且它是直接產地到餐桌，哎，感覺就是很新鮮的土雞。土雞是自己奔跑的，菜也是你們自己種植的。對，我們後院呢是有那個開心農場這樣子，就是員工的開心農場。對，他們會自己認養一小塊小天地，然後自己種菜。所以我們現在桌上有哪一些菜是從後院摘來的呀？那個青菜啊，地瓜葉嗎？地瓜葉，然後像九層塔配菜，對，然後像是有時候客家小炒裡面的芹菜或是蔥蒜，還有土雞。然後這個也是我們自家釀的那個紅糟。這個土雞我知道很多人來你們家都指定一定要吃，算是招牌第1名 Top 1，對不对？沒錯，因為我們每天有限量。還限量哦，限量，要搶要快。對，沒錯。這是自己養的，是產量有限。對，產量有限。而且我知道客家人吃這個白斬雞要沾一點橘醬。沒錯，橘醬是客家的那個土雞的必備。吃土雞的靈魂。肉質非常好。那個肉質是非常有嚼勁，不像我們在都市吃的那種飼料雞，它是鬆散的。對，然後它的有些人覺得它皮會比較油膩，但是完全不會，跟它的肉搭配起來是非常好的，你的配合起來很配。我真的覺得不會很油，因為我們的那個土雞除了快樂奔跑之外，它也是有時候會吃我們家的那個後院的菜，所以他們也吃得很營養均衡。对啊，嚼起来的時候啊，虽然是非常的緊實，很有活力，但肉質是細的，就是肉質吃下去是滑口的，而且沾吉醬。一般我在吃客家的白斬雞沾吉醬的時候都是純吉醬，你們是吉醬裡面還有加一點醬油膏，對，所以是酸甜有點鹹，生甘低的感覺也很好吃，難怪是招牌要限量，因為這個吃起來太有活力了。再來吃客家菜也不能錯過了客家小炒。這道我是每一次吃客家菜都一定會點的。對，來客家莊不點客家小炒實在是太失禮了，這樣子。但我覺得它的那個調味感覺有比較沒那麼深的感覺，因為有些客家炒會炒的顏色很深。對，
之類，你們看起來的沒有那麼調味那麼重。对，因為我們是算是有加入現代就是飲食的文化，就是比較不偏油跟偏鹹，所以說看起來比較清淡。對。你們的豆乾也沒有煸過是嗎？對，我們的豆乾是選用的是比較胖豆乾。对，它這樣子就是胖豆乾下去炒的話，會比較就是脆中帶軟，軟中帶脆，然後也可以包覆着那個醬汁，這樣子吃起來的話就是鹹香的感覺。特別設計過的，對，用胖豆乾來做。對，我剛剛一看也是覺得豆乾好像不太一樣。客家小炒就是一定要一口豆乾，一口魷魚，一口肉跟芹菜要夾在一起吃。因为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清淡，可是完全吃起來是味道很豐富的。對，還有可以吃到芹菜脆啊，然後那個魷魚有嚼勁的口感，然後豆乾是非常鬆軟的。對。豆乾也是嫩嫩的感覺，嫩嫩堆堆。因為胖豆乾裡面，我沒有想到咬下去它會這麼的酥口，這麼鬆口，這麼的軟嫩。但軟嫩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，對，而且香氣真的都有進去。對，然後鍋氣都完全滿滿的。對啊，剛剛思達說顏色看起來淡淡，可是我覺得很下飯，整個鹹度是有想要添白飯的感覺，適合配飯。真的哦，所以不一樣的做法還是可以把傳統的滋味帶出來，甚至呢幫它再更加分。對，沒錯，好好吃啊！另外一道料理我也很有興趣，因為它的香氣一直不停的飄過來。這個算是烘蛋、煎蛋、煮蛋，它算是煎蛋，但是是用很不一樣的客家人常用的紅糟。對，因為像紅糟的話，算是我們在這樣客家人在釀紅曲酒的時候剩下來的那個渣，然後再重複再利用。所以說我們才會煮出這一道紅糟煎蛋。像很多那個像都市裡面的人都會專門來買紅糟，因為它在就是居家的那個烹飪上面也不會有太大的難度。對，它的香氣很濃郁，就是很像酒釀，有點酒香，對，有一個酒香不停的飄散在我們周圍的空氣裡面。這個酒糟這樣子去跟蛋一起做料理，是不是也很適合女生補身體或是坐月子的時候吃啊？對，沒錯。而且你們把蛋煎的蓬蓬鬆鬆，所以我剛才想說有點像烘蛋的感覺。它這樣子就可以把那個紅糟的香氣跟酒氣吸到它的蛋裡面，這樣子的話，它們兩個就比較會融合起來。太薄的話，吸附進去的快感就不夠。對，沒錯，就是一嘴沒辦法吸到那個酒香。對。好好吃。真的是要蓬蓬鬆鬆的，那個酒香的汁、酒釀的汁才會冒出來。對，那蛋是有層次的，就是有一個厚度在，然後吃起是化開的感覺。對，外面有恰恰，對，裡面很蓬鬆，而且裡面甚至在酒糟的催化之下，裡面是嫩的，蛋裡面很嫩很香，那再加上有一點酒糟這種酒釀的甜香氣冒出來，你就會覺得嫩度更高，對，有相得益彰，哎，好好吃。来到寶山的油田生態大埤塘，有一種置身迷你小西湖的感覺。對啊，在這邊散步覺得好悠閒哦，而且空氣也很清新。對啊，後面那座石橋真的是打卡絕佳的美景跟點呢。我覺得很多女生如果來這邊的話，穿一襲古裝一定超級加分。對，這個也適合拍上婚紗。而且這一次來到寶山呢，除了像這樣子的美景秘境之外，我們的收穫真的滿滿，沒有空手而回哦。真的得到滿滿的寶藏，寶山真的名副其實可以叫寶山哎。它的農特產品樣樣都很讚，橄欖，還有我們的蔗糖，對，還有我們的綠寶石蜜柚，真的是好棒哦。
每一道吃進嘴裡面都是甜蜜的滋味，对，而且都是非常清香，讓人會帶着心滿意足的感覺離開寶山。另外，這裡的人文也很棒，很有趣。對，我很喜歡這邊的感覺。對啊，雙胞胎孕育出了雙胞胎，讓人整個都想生小孩了。我覺得寶山呢，這裡在原本的印象當中會覺得很臨近新竹或者是竹科，所以感覺好像是比較現代化，或者是說人會比較冰冷一點。但沒想到經過這次的旅程之後，我們找到了滿滿的人情味，還有非常非常濃郁新鮮的食材，是真的充滿了很多的收穫。真的很適合大家來寶山，可以慢慢的玩一下。來寶山，你絕對不會空手而回哦。